在龙华汽车站门前的广场上，聚集着一群年轻人。白天，他们在各处招工声中迷茫地徘徊；晚上，他们在汽车站打地铺。这些人被称为新三和大神。与老三和大神不同的是，新三和大神并不排斥进工厂，甚至渴望拥有稳定的工作。他们往返于各个工厂，有时候会像候鸟一样，在不同的城市迁徙、流浪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所谓的三和大神，起源于三和人才市场。三和人才市场是在2005年，以三和、海信信等为主的众多直介机构，陆续进驻广东深圳市、龙华区、景乐新村，而逐渐形成的全国普供劳动力市场的集散地。部分求职者长期滞留，并形成了独特的群体。他们居无定所，多以日结薪资的临时工为生。这些打工者有的没有身份证，有的身负债务，与家人很少有来往。有的打工者因失去身份证无法购票，甚至无法离开三河地区。有的打工者因长期身处极端贫苦而散漫的环境，无法重新融入主流社会，而不再主动离开，因此被戏称为三和大神。2017年起，深圳对该地区治安整治、综合改造，在2020年，三和人才市场搬迁，原址重建为奋斗者广场。对三和大神这一群体的早期报道是触乐网，一个专注于手机游戏的垂直媒体，在2017年发布的《在三河玩游戏的人们》。触乐网的报道在于关注人群与游戏的关系。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传播、转载，并引起了其他媒体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的关注。一时之间，涌现了诸多后续采访与报道。2018年，日本 NHK 拍摄了纪录片《三和人才市场：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》，使得这一群体进一步让公众熟知，并引起了广泛热议。有人说，这是一部深圳底层打工者的残酷青春物语。在豆瓣剧情简介中是这样写到的：众多年轻人或在网吧内嗜睡，或露宿街头。本片在绚丽奢华的中国硅谷深圳，倾听从社会底层支撑着制造业大国的人们的心声，关注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的年轻打工者们的现实。纪录片中的三和大神多数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，比起任劳任怨的第一代，习惯了城市现代化生活的第二代，不愿回到农村，也不愿意去工厂上班，因为学历、技能等原因，又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，于是只能采取三和大神式的低成本生活方式，游离在城市的边缘。他们也曾卖力工作，怀揣着赚钱致富的梦想，但是在一次次遭遇黑中介和黑厂之后，他们滑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。渐渐的，这个群体形成了独特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。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，流传着不少外界无法听懂的黑话，比如说挂壁、团饭、提桶跑路、大水等等。这些黑话反映了他们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。有一句三和流行的话：日结1天可以玩3天。日结就是他们的赚钱来源。通过寻找1日1结的兼职工作，无论是快递日结还是工地日结，赚取几十元到100-200元不等的报酬，从而维持生活。他们抵制流水线工作，居无定所。对于已经融入三和生活的青年人来说，他们找工作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维持生存，未来和目标
这些词汇在他们看来都是虚无的。很多大神到最后连日结都不想做了，又缺钱，怎么办呢？有一个来钱最快的方法，就是做法人。所谓的做法人，就是把身份证给中介，当一些从事灰色甚至违法产业公司的法人代表。正常人都知道，这样的业务风险极大，但是走投无路的大神，为了几千块钱，就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。大神们喜欢在旧民房里开的网吧，上网这里价格最便宜，而且不要身份证。清晨的龙华汽车站广场一片寂静，伴随着人才市场清晨的准备工作，在广场上睡了一夜的人也纷纷起身，因为清晨在龙华汽车站门口就可以找到日结工作。不过疫情以后，要日结工的也少了，除了大家推崇的保安、工地、快递、日结3件套之外，还出现了一种工作状态，叫稳工，就是先去厂里稳定工作一段时间，然后提桶跑路，拿个几千块钱，省一点可以用半年。3块要不要？3块干的。今天好像只有这一个老板在招日结工。工资日结最初起源于建筑工地，在建筑工地上，由于工期长，工作强度大，工人的流动性也很大，因此工地上常常采用工资日结这种形式的支付方式。如今各行业间经济不景气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开始采用工资日结。日结工不仅是求职者的选择，更多时候也是被迫的。企业在赶货或者是很忙的时候，招一批日结工，不忙的时候就让他们走。因为没有签合同，所以就没有约束。企业招聘正式员工，还需要为员工交五险一金。对于求职者来说，急需要用钱的时候去做一天日结，可以解决燃眉之急。做长期工还要压1个月的工资，辞工还要提前1个月申请，所以好多人宁愿做日结工，也不愿意做长期工。这个鸡蛋也是多少？鸡蛋记得1块5。我想要这个一个，然后这个叫什么豆酱一个鸡蛋，可以不？多少钱一起？5块5。5块5。龙华汽车站周围聚集了10多家劳务中介，每一家人力公司门口都贴着相同格式的招聘广告，用更大的字体提示每小时多少钱。和往年不同的是，今年广东外省的工厂成为人力优先向求职者介绍的对象。如果求职者不愿意去外省，才会介绍东莞和惠州的工厂。做那个手机边框内核，好，看一下去哪里？今天有几个厂的招，富商能去不？富商能不能去？能的话可以去富商啊。富商的话，今天的工价是21、23、24 3个工价。24的话就是37.5的。
然后22的话，23的话就是 S 分跟 L 级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找什么工作算富士康今天招24块的，还考虑的吗？他的工钱是这个月是23，下个月是22，再下个月是22。然后如果你可以做到9月7号在职，他就给你全部加1块钱，就是这个月24，下个月23，再下个月23。这个是他24块钱工加3天。一天能做几个小时？10到11个小时都可以做得到。这个是要本接受穿无尘服的。如果你可以穿普通工衣，我们还有23块钱普通工衣的。如果你只能穿普通工衣，我们还有23块钱工价的。这个是做什么的？厂里面？都是电子厂啊，富士康啊。附近吗？就前面2公里。就从这里定位到龙华富士康只有2公里。你想做多久的行是吧？对呀，我们这边工期最短就是说你想做3个月、6个月都可以。它其实是可以长期续签嘛，但是你要做短期的7天都可以走。没有其他的这个电子零部件，基本上都电子厂。找工作来看看光注，免费体检，人手上车，马上报名，马上发车。来抓紧时间啊！华为的总部来看一下，高工价啊，这边来抓紧时间，高速高速，人走到齐，人到齐的啊！来，华为总部看一下，上车100块，上车100块啊！马上要几个发车这边来，找工作找就业啊！华为总部看一下，需要一些。包就不用提前的场啊，坐班，人走上齐的来找工作，抓紧时间啊！华为总部来看一下这边。来找工作抓紧时间啊！上车奖励100块的，腿小的同学们不用体检啊，包吃包住，人走到齐的，华为总部来看一下，过来给你看一下，上车100啊，这边来马上几个了。在龙华汽车站的附近，就是富士康龙华区的工厂。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建于1996年，园区的面积达到了2.3万平方公里。据说园区工作人员从南门骑车到达北门，耗时需要30多分钟。富士康厂区里面有一条商业街，有超市、美发店等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。今年3月初，一条深圳观澜富士康辞退大量小时工、搬设备、拆生产线，有印度人出入考察的消息在网上疯传。富士康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回应消息不实，但汽车站的招聘中介表示，今年富士康临时工的招聘锐减。验证实版，认证通过。就不给进去是吧？龙华园区管理制度严格，进出时必须出示相关证件。富士康底薪低廉，基本工资2000多，平时加班费将近25元每小时，周末和法定假日更高。通常每个月加班100个小时，1个月能达到6000元左右的收入。所以25元每小时是很多求职者入职富士康的心理门槛。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大厂，始终根据用人需求调整工价。如果在需求旺季，经常可以达到30元每小时。今天24元每小时已经被说成是高价了。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，入职前都需要体检。有些求职者因为血压高或者其他身体原因，无法通过体检，只好选择东莞或者惠州的工厂，因为小厂基本都不用体检和面试。每年6月，高考一结束，就会陆续涌现出大批的学生工、暑假工，他们为了赚一笔学费、生活费，几乎都会选择进厂打工。而就在去年，一家电子厂招学生工9元1个小时，现场大批学生工排队入职的新闻刷爆网络，令无数打工人震惊。学生年轻，有文化，初入社会又相对的服从安排，
这让人力市场变得更加内卷。无学历、无技术的人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窘境，而这些双无之人，最后无非是两种选择：一是狼狈地离开深圳，二是留下来继续艰难地活着。就像大神们自己说的，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学历和能力，我们的理想就是赚点钱。如果工厂的环境好一点，没有黑厂，我们也愿意和父辈一样辛苦工作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大城市里总有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，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劳动支撑着这座城市